看到古堡外围的这个海啊，就是当时阻挡了2004年的海啸。看看这个海美不美啊？很美啊！震不震撼啊？很震撼啊！那种感受，清澈的海水，值得你冲进来看一下哦，值得你到这边来看一下。你看看清透的海水，这些多珍贵的大自然的资源，几年后你才看得到，几年后你才能够感受得到。这绝对都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感受。这里是加勒古堡，这里的美丽的海洋，这里看到的南洋，这里所感受到不一样的海中生物。待会儿我们将前往另外一种野生环境，那里就是哪里啊？去看看海龟的富裕地哦。在自然环境当中，不是所有的海龟蛋都能够孵出小海龟。受到了季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因素、游客的踩踏，加上金马海龟拢无法度生存的来。正常情况之下，不到20%的海龟蛋能够孵化，而海龟的保护中心育化率能够达到80% 以上，就靠人们用手工的方式。用人工的方式培育出这些小海龟。你看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海龟的保育园。我就说了嘛，斯里兰卡绝对让你得不到的震撼，让你惊喜不断，让你觉得没有办法移开它的视线。这里就是海龟保育园哦。斯里兰卡加了大型的海龟保育中心进行了保育工作，学习了海龟的保育知识，了解斯里兰卡海龟的生存情况，照顾商场的海龟，清理海龟的养育池，加工的食物孕育这些海龟，进行了不一样的保育工作，并清洗海龟身上的寄生虫。在海龟的繁育季节，我们有机会在夜晚的时候来到海滩上，寻找海龟产卵的地方，并将海龟蛋放置在孵化沙地，等待小海龟的出世，然后呢，再把它放回大海。了解斯里兰卡的文化历史，学习简单的斯里兰卡加罗语言。这里海龟保育地，你能够亲手抓海龟的机会有多少啊？你看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加勒的海龟保育园哦。你看人家的小只的不够看啊，大只的来掺一脚哈，所以俩岁加哈较大袋哈，会使了哈，让你知道一下哈，这里让你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啊。我们现在接下来呢，看向要来俩大只的大只的游在这里哈，海龟的保育园哦，让你深刻的感受一下。其实海龟还好啦海龟还你看其实在现在的欧洲欧洲国家现在最在乎的是什么？天气跟环保，还有什么野生动物的保护这是一种食物链的概念你把环境保护得很好这一些动植物它们自然的栖息下来就能够什么带来这整个生态环境
能够怎么样能够永续下来呢？现在我想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其实呢就是什么？就是亚洲地区亚洲所在也生态环境保护呢，到目前为止呢，较无遐好对于环境的保护呢，嘛无遐好这叫海龟它受伤还是怎么样，不晓得所以有时候你在国外欧美国家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呢，看到他们呢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富裕、去培育这一些环境啦，或者是这些动物啦，你都会觉得很感动毕竟呢，环保或者是环境的维护呢，这个不是政治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得到的问题所以你打开国外的电视，你几乎清一色的看到都是他们在讲求环境的问题气候暖化的问题甚至呢野生动物培育的问题，真的这一点真的是台湾如果要走向先进的国家，必须改变我们的方式，嗜血的心态为什么人民呢必须呢多一点点的国际观多一点点的这一种世界观才能够呢把台湾呢推展出去有时候在做电视的时候，或者是在看到国外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台湾很多的困境是无法突破的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是说，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证明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不管你从经济的特色啦去创造你的经济啦，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国际的公司啦，或者是人民的道德水准啦，到了国外旅游的时候呢，带给人民说哇，你从台湾来这样子这些都是可以在的证明绝对老百姓有时候做的比政治人物还要好一个人的动作会比政治人物在那边喊得满天正响还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很多的动作做很多的不管在国外的行为也好呢，都能够证明自己来自于台湾这也是旅游当中非常大的真谛会使代表咱台湾人的水准有无所以讲我当下来到外国的时阵就是会使感受一下有这么样一列的火车，车窗外面呢就是大海。斯里兰卡有着世界上最美的铁路、高山茶园的火车跟滨海的火车，不管是车内还是车外，它都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那 LG 我们家多厉害宫格爬到这个收载来现在很多的国家，它不是在先进国家打广告而已它反而深入了开发中的国家，帮他们架构基础建设，让他们能够在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掌有一席之地斯里兰卡看到前面的所有的这一些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等呢，我们也要现在来到了鼎鼎有名的海上火车。除了海上火车，当然它也有高山茶园火车，在努瓦勒埃利亚也有高山火车的茶园步道那我们现在呢走向的呢，其实呢是这斯里兰卡非常有名的加勒海上火车那加勒当然也拥有了非常多著名的遗迹古迹。我们从前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夕阳。现在我们搭乘的从加勒到科伦坡的滨海火车是世界上被誉为最美的滨海线，就像是什么《千与千寻》日本的这个卡通当中，火车行驶在大海当中的现实版本。虽然是慢车，但绝对非常值得我们来体验斯里兰卡两段世界最美的火车，一段是康提到努瓦勒埃利亚之间的高山茶园铁道，另外一个是科伦坡与加勒之间的滨海铁道。从未想象，在火车迎着海风，看着大海。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旅游行程，它不是来走豪华观光路线的，它走的是道道地地的旅行者，在旅游的啦这个就像很多人呢到了埃及其实呢他并不能体验到埃及这个开发中国家它落后的一面，忘记了这个国家真正来看的是古埃及的历史文物。就像来到斯里兰卡，真正要体会的也就是这些如果
你是喜欢甲贺多贺有一定要住5星级现代饭店的，其实呢，你大概只有东南亚一些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你可以去很多世界上各个国家你几乎都不能来的但是我常觉得旅游真的不是这样，探险、冒险、体验，绝对是旅游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懂得探险，唯有懂得冒险体验的旅客们，才能体会到世界真正有多么的美好。
斯里兰卡的高地沙瓦银国，然后再加了你们看到了沙瓦荷兰，然后呢，未来差不多2019年，你们可以看前面左边，你们可以看沙瓦中国，沙瓦大陆那个是一个中国的大陆的一个大的工程。这里未来有一个城市，我们说port city 的意思，港口。这边呢，2019年有很多宾馆，楼房，然后餐厅很多地方很多。对。来了，让未来体验。一个银行，对，政府的银行。然后现在我们进驻这个地方在你的左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对斯里兰卡。你们画的斯里兰卡的钱都从这里来的，斯里兰卡的大银行，英国的王后也住过。现在这个是斯里兰卡的总统府。这边的建筑物都是英国人建的。这边的建筑很古老，150、200年的历史。那哥伦布呢？哥伦布是英国人建的城市，为什么英国人建这里的城市？英国人来之前，斯里兰卡的最大的、最主要的港口是在哪？你们去过？在哪？加勒港口最主要的、最大的。然后呢？但是荷兰人的比葡萄牙人的船，他们的船很大。比较大，加勒不过了，加勒港口不过了，所以他们建这个地方，看看前面，哥伦布港口建，英国人建的，这个是人工的港口。加勒呢？加勒海湾你们看过？加勒海湾自然的，加勒港口自然的，这个是人工的，对。英国人建的，那谁住过那个世界的一个最大的港口？世界有30这样最大的港口，上海、香港这样，哥伦布也一个，世界有30个最大的港口，哥伦布。到处都是英国人建的建筑，很古老，150多年的历史。这边有港口，这边是哥伦布第一区。哥伦布有15个地区，15个区，对，15个。这个是第一区，对，第一区。这个百搭一点奇怪，形状怎么样？那个百搭的形状好像什么？什么说？铃钟。这个每个佛像不是释迦牟尼佛，以前有了28个佛。
看到了那个塔，看到了那个塔吗？你们看到了吗？在你的左边。这
稻米啊，稻米哦，稻米。教堂，古老的。清真寺。1885年。火车抵达了科伦坡冈卡拉耶佛寺。哇，你期待什么样的旅游？你脑中还有没有任何的想法？造访这一座有着繁忙港务、成长快速的城市科伦坡。这市集云集的同时，还有许多的文化场景，可以让你呢在这里一探究竟。仙人岛的西南岸濒临的印度洋，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以及商业中心科伦坡，在2009年的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之后，就成为最新型的观光新兴城市。造访的加勒当地人就会开始说，开始与结束啊，都是在加勒的路上。路上的学童、商人、电动人力车的喧嚣，替这一座城市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来到这里，冈卡拉马耶夫寺，斯里兰卡人的历史经历了许多的转折，被许多人殖民过，但佛教是唯一贯彻始终的。冈卡拉马耶夫寺就是这里佛教的最佳表征。这旁边还有一个贝拉湖，美不胜收。在这里可以让你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斯里兰卡的风格，佛教立国的地方，飞往了科伦坡，佛教古国斯里兰卡。冈卡拉马耶夫寺，来到这里，进入了佛寺，就有如进入了什么一座宗教文化的文学一样哦。对任何人来说，斯里兰卡这一座佛教古国的遗迹，绝对不容错过的就是它的佛教寺庙、佛庙、宗教遗迹，绝对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斯里兰卡来到了最接近市中心的科伦坡冈卡拉马耶，在这里很容易就看到了所有一切的缩影。冈卡拉马这个寺庙呢，进来这里面，从主殿内、墙上、天花板的佛教人物，所有一切的一切，塑到佛陀的精致雕像，从我们第一集看到了现在，你觉得呢？让我们感受一下不一样，尤其是在这边的大象，这大象是有乖了哦，这是真的很特别哈。大象人家是牵出去遛狗啊，我们是牵大象出来遛一遛。看到两种宗教寺庙
不同的合体啊，大乘与小乘佛教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啊。所以从泰国，从哪边从缅甸啊一路的来到了斯里兰卡，你觉得感受到的就是迥然截然完全不同的佛教。同样渊源于在印度的佛教，而它来到了这个南亚地区跟中国地区，分别分出了大乘以及小乘佛教。这里面从雕塑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想这大概也是佛陀当时释迦牟尼佛他们所创立宗教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宗教竟然会一分为二八，分到最后还出现了道教等等宗教。来到斯里兰卡，让你体会不同的佛教感受。旁边的贝拉湖，旁边的水上庙，1979年这座寺庙地基开始下沉，当时的建筑师呢提出了更新的设计，既然它沉了，并不用再去怎么讲救它，并未采取传统的佛教寺庙，也没有建造大型的白塔，还向当地的穆斯林们募款。这些佛像甚至有的是泰国佛教所捐赠的，造就了今时今日的这一座水上庙。进入到了水上庙，位于贝拉湖中心点，这里呢有一个桥让我们走上这个水上寺庙哦。这里看到了，你有没有？这个又是感觉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或者讲过，这个寺庙呢，来对回乡呢，加这个是泰国关过来哈。但这个起过的当中，各位在看到这些寺庙加边啊，像极了被佛教护卫的净土一般。你觉得呢？这种才是真正道道地地的宗教哦，没有太过的繁文缛节，没有太过的商业气息。就像我常觉得，在台湾的寺庙，哇，怎么说呢？真正能够看到它原貌的已经不多了，宫庙一堆，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多哦，真真假假你也看不出来。回归到最原始宗教，回归到最原始的历史意义，宗教带给人民永远都是沉浸人民的心情。